全部 all in 到 VT 真的有你想象中的安全嗎？我發現最近這幾個月 all in VT 的聲音越來越大，甚至已經有不少人開始加入這個行列。會這樣做當然就是因為可以更分散風險，更安全。然而這樣做真的就能安心了嗎？所以這集我會幫你徹底分析，這樣投資 VT 到底是不是最安全的選項，最大的風險在哪裡，以及你又該怎麼做才會真正達到你要的效果。影片開始前，請先幫我點讚，然後訂閱我的頻道，然後再幫我點個推播，幫影片推散出去，讓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，一起靠美股 ETF 賺大錢哦。另外，我的會員跟超級感謝也開通了，如果有能力也覺得我做的還不錯的話，歡迎加入頻道會員跟小額贊助，每個月會有固定深入探討的影片哦。歡迎回來，我是 AL， 這裡每週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學，讓你在投資美股的路上能夠順順利利累積到你該有的財富。許多剛接觸 ETF 的人對 VT 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最安全的選擇，理由也很簡單，它分散到全世界，看起來不會像單央美國那麼刺激，甚至會讓人覺得自己買下了一個全球避風港。因此一部分投資人自然形成一個直覺，買 VT 遇到崩盤時就能跌得比較少。但從長期投資者的角度看，這是一個常見但非常大的誤會。所謂的全球分散確實能降低單一國家的風險，例如某個國家政策失誤、經濟衰退或市場長期停滯時， VT 不會因為重要該國而受重傷。這是 VT 的強項，也是它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。但問題在於，多數人把這個優點誤解成全球分散就等於不太會跌，全球分散就等於跌得比較輕，甚至有人以為 VT 能在崩盤時提供額外的防禦。然而歷史一次次告訴我們，全球市場的表現並沒有你想象中的那麼獨立。無論是2008年金融海嘯、2020的疫情崩盤、2022的升息衝擊，甚至是去年的全球關稅戰，整個世界的股市都呈現高度同步下跌。成熟市場跌，新興市場跟着跌，美國下跌，其他國家反而跌得更深，這是所謂的系統性風險。當全球都受到同一事件衝擊時，不管你分散多少，整體市場還是一起沉下去。而 VT 正是把這些高度相關的市場全部打包買下來的 ETF。因此只要遇到真正的市場危機，它根本沒有辦法幫你避開大跌，因為各國股市在重大衝擊下的聯動性遠比你想象的更高。也就是說 VT 的分散降低的是單一國家失敗的風險，而不是全球市場波動的風險。如果你原本以為買 VT 就能讓崩盤時的跌幅比較輕，心理壓力比較小，那你可能會對它在現實中的表現感到驚訝。VT 很穩，但不是不會跌，它能保護你避免押錯國家，但無法保護你避免市場恐慌。如果我們打開歷史數據，就會看到一個讓許多新手感到驚訝的事實。VT 在崩盤時並沒有比美股跌得更輕。以2020年疫情為例，全球市場短時間內急速下挫， VT 的最大跌幅約為 35%， 而美股 S&P 500所代表的 VOO 跌幅也在 35% 附近，兩者幾乎沒有差距。2022年的升息循環同樣如此，雖然這次沒有明顯的系統性恐慌，但全球股市仍普遍下跌。VT 那一整年的跌幅約為 30%，但 VOO 卻只有 25%， 表現反而比 VOO 慘。到了去年4月，川普突襲發表對等關稅，造成全球股市大震盪。那波 VT 共下跌約 18.6%， 而 VOO 則是 21.5%， 跌幅比 VOO 輕沒錯，但其實也差不了太多。來到11月，市場又因為 AI 雜音再度出現震盪， VT 跌了約 5.5%， VOO 則是跌約 5.6%，兩者的跌幅都差不多。這種現象並不是 VT 表現不佳，而是因為全球股票市場在重大事件下具有高度聯動性。當美國受到衝擊，歐洲、日本、亞洲新興市場也會同時受到影響。因此，即便是全球分散，仍無法避免市場普遍下跌的情況。換句話說， VT 能降低單一國家的風險，但無法降低全球市場一起下跌的風險。要理解這件事，必須從兩個結構性原因來看。第一個原因是權重問題。雖然 VT 看起來買了全世界，
但它的重心高度集中在美國，佔比約60%。也就是說，你以為自己在分散風險，實際上擁有的仍然是以美國為主的全球組合。當美國市場遭遇重大衝擊時，無論是金融海嘯、疫情封鎖或升息帶來的流動性緊縮， VT 都會跟着美國同步下跌。它並不是什麼全球保險箱，而是一檔美國市場佔主導地位的全球 ETF。只要美國感冒， VT 就一定會一起吃藥。第二個原因則更本質，也更難被新手理解。全球市場在真正的系統性風險面前，相關性會迅速提高。當流動性收縮、避險情緒升高、美元快速走強，或全球投資人同時撤離風險資產時，不只是美國、歐洲、日本、亞洲新興市場都會同步下跌。也就是說，所謂的分散到不同國家，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之下，幾乎失去效果。市場彼此的聯動性會接近統一，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市場能獨善其身。而 VT 正是把這些高度聯動的市場全部打包，因此在崩盤時，它自然會跟全球一起沉。從這兩個角度來看，你就能理解為什麼 VT 雖然分散，但在重大危機中，跌幅仍與美股相差不大。它降低的是壓錯國家的風險，而不是系統性下跌的風險。若你原本期待 VT 能在崩盤時替你吸收掉一部分的痛苦，那可能會它的實際表現感到意外。VT 不壞，但它的保護能力從來沒有你以為的那麼強。理解這點是正確使用 VT 的第一步。所以，如果你看到這邊已經了解到買 VT 常常搞錯的點，請留言，好像沒差。而接下來我就要來解析，為什麼就算 VT 會跟 VOO 一起大跌，你還是得要繼續投資 VT。討論到這裡，你可能會產生一個非常合理的疑問。既然 VT 在市場危機時跌得不比美股少，反彈速度也更慢，長期報酬甚至還輸給 VOO， 那麼我們到底為什麼需要 VT？ 如果它不具備更強的防禦性，也不具備最高的報酬率，那它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要真正理解這件事，必須先看清楚 VT 的核心價值。它的價值從來不是幫你降低波動或保證跌得少，而是幫你避開一件比短期下跌更可怕的風險——國運衰退。對許多新手來說，國運可能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概念，但如果我們把視野放長，會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永遠站在世界的最前端。今日的美國科技龍頭強勢無比，但30年前，全球最強的經濟體其實是日本。當時全球投資人紛紛把重心放在日本市場，日經指數屢創新高，房地產價格飆升，日本企業在全球擁有壓倒性影響力。那個年代，沒有人會懷疑日本的未來。但泡沫後面後，日本股市整整用了一個世代都無法回到原本的高點，直到最近。對於那些只投資日本市場的人來說，不是報酬變賣，而是財富直接停滯20-30年。這件事給投資者最大的提醒，就是押錯國家比承受波動更可怕。VT 的存在意義就在於避免這種國家級別的風險。如果你只買 VOO， 你其實是在押美國永遠最強這件事。這不是錯，只是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。如果你押中了，你會拿到美國最強的成長。但如果某天美國不再是世界核心，你的資產也會跟着受到影響。而買 VT 代表你押的不是美國，不是歐洲，也不是新興市場，而是押在全球整體的經濟成長。從長期來看，不論哪一個國家崛起，哪一個市場退位， VT 都會自然地調整權重，把你的資金流向最有競爭力的市場。你不需要預測， ETF 本身就會替你做調整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VT 跌幅不比美股輕的這件事，真的不像你以為的那麼嚴重。因為 VT 防的不是短期恐慌，那是任何股票型 ETF 都躲不掉的。VT 真正防的是國運反轉，這才是會影響你一輩子的風險。當你買 VT， 你買的不是避風港，而是全球市場的保險。你買的不是爆發力，而是長期不出大錯的穩健。只要世界在前進，企業在創造價值， VT 就會慢慢往上走。無論哪一個國家成為下一個焦點，它都會自然把你帶進去。所以如果你問，既然 VT 也跌得不輕，那我們為什麼還要買它？我的答案是，因為它保護你避免押錯國家，短期下跌你挺得住，但押錯國家，你可能會因此錯失整整一整個世代的報酬。這是 VT 的最大意義，也是它在長期投資中能占為位置的根本原因。看到這邊，如果你很認同剛剛所說的，就麻煩你留言認同。
接下來我就要來大家了解投資 VT 真正的風險到底在哪裡。談到 VT， 許多人以為只要了解它的組成，知道它的分散邏輯，就能心安理得的長期抱着。但實際上，真正大多數人抱不住 VT 的，從來不是商品本身，而是投資人自己的心理期待。而這個心理期待，一旦與現實對不上，就會在市場大跌時造成很強烈的背叛感。什麼是背叛感？就是你買 VT 的原因，是因為你以為它很安全、很穩定、很不容易大跌。但當市場真的崩下去時，你發現 VT 跌的不比其他 ETF 少，甚至因為反彈比較慢，讓你覺得更痛苦。這種我明明挑了最安全的，為什麼還跌成這樣的心理落差，就是背叛感。背叛感是比下跌本身更可怕的東西，因為下跌是所有股票型 ETF 都會經歷的過程，但背叛感會讓你在最不該放棄的時候離場，也就是市場最低點。尤其是那些帶着 VT 不會跌太多吧這種期待進場的人，最容易在遇到 20% 到 40% 的跌幅後恐慌賣出。而 VT 在歷史上是確實曾經跌到這種程度的。真正的問題不是 VT 跌了，而是你以為它不會跌。這種期待錯誤往往比市場修正本身更傷人。尤其是在大跌時， VT 反彈速度比 VOO、QQQ 慢，這會讓投資人覺得自己買錯，跑輸大盤，是不是該換標的？這種焦慮一旦發酵，就會變成一種強烈的自我否定，甚至懷疑整個投資策略。最終結果往往不是虧損，而是放棄。然而，用冷靜的專業角度來看， VT 之所以反彈慢，是因為它持有全球多個市場，其中許多國家的景氣循環、貨幣政策與產業結構本來就是比美國反應的更慢。所以你看到的慢，其實是一種結構特性，而不是它變弱了。只是如果你不了解這一點，你會把特性誤以為是問題，而這就是 VT 最大的心理風險。但反過來說，如果你能把這個心理因素理解透徹， VT 其實是一檔風險極低、回報合理、長期穩健的 ETF。或許它沒有 VOO、QQQ 那種耀眼的成長曲線，但它仍然有一個許多人低估的強大武器——複利。以 VT 長期年化報酬率約 9% 來看，如果你願意真正長期投入，那複利帶來的力量是驚人的。假設你每月投入1萬元，30年後的結果會擁有超過1800萬。若能持續投入並逐年增加，甚至還可以逼近2500萬以上。這不是爆發，不是暴利，而是由時間主導的穩健且確定的成長。你完全不需要選公司、選國家、選產業，也不需要猜測未來10年誰是世界霸主。你只要讓複利有足夠的時間，就能看到它的力量。許多人覺得 VT 的報酬不夠亮眼，但對新手來說，真正重要的不是追求最高報酬，而是能不能找到一個你願意長期抱得住的商品。如果你能抱得住，複利就會替你完成你辦不到的事。但如果你抱不住，即便給你報酬率更高的商品，你也不會得到理想的結果。所以 VT 的最大風險絕對不是商品，而是它的節奏太慢，而你不一定能等得下去。你能不能長期持有 VT， 不取決於它的報酬，而取決於你能不能接受它的真實樣貌。如果你接受它會跌、會慢、會落後，會讓你懷疑人生，而你仍然願意持續扣款、堅持長期，那 VT 是非常安全的。但如果你期待的是穩穩不跌、永遠不落後、報酬最好，那 VT 會讓你很痛苦，也不適合你。真正的勝負不是 VT 能給你多少，而是你能給 VT 多久。所以到這邊，如果你願意給 VT 長一點的時間，請你簡單留言等，因為接下來我會教你如何真正抱得住它。理解一檔 ETF 並不代表你抱得住它。真正能讓你崩盤時繼續扣款，在震盪時不懷疑人生，在落後時不換標的的，不是商品本身，而是你的心態與操作方法是否和商品的本質一致。而要抱得住 VT， 你必須先從心態上承認一件最重要的事： VT 是100%股票，它不是避險工具，也不是定存，它會大跌，而且跌起來並不比美股溫柔多少。只有你真正接受這一點，你才不會在未來遇到 30%、40% 修正時覺得世界崩塌。很多人抱不住 VT， 不是因為 VT 表現不好，而是因為他們腦中對 VT 的印象是比較穩、比較不跌。當現實不符合期待，就會產生強烈落差，
而這種落差往往才是讓人真正受傷的原因。所以心態上的第一步是承認 VT 是股票，就像 VO、VTI 一樣會大幅波動。你不是在買避風港，而是在買全球企業的未來。只要你能在心理上接受這件事， VT 的波動就不再是問題。再來談到操作面，如果 VT 的波動讓你睡不着，不要怪 VT， 請調整你的配置。很多新手在投資遇到恐慌後，第一個直覺是不是買錯商品？但從專業投資人的角度來看，當你因為股票的正常波動而情緒不穩時，真正的問題不是商品，而是你的資產配置不符合你的風險承受度。更簡單說，不是 VT 太刺激，而是你承受波動的能力太低。如果你看到自己跌個 10%、15% 就難受，那與其換成報酬更差的標的，不如直接把 ETF 跟債券做一個合理的配置，比如 90% VT 加 10% 債券， 80% VT 加 20% 債券，甚至 70% VT 加 30% 債券，都比你因為痛到受不了而提購並定跌賣出永遠不敢回來要健康得多。債券不是讓你暴富的工具，但它能穩定你的情緒，降低投資痛感，讓你更有機會長期持續投入。只要你能提高持續性，複利就會替你完成剩下的事。所以真正抱得住 VT 的方法，不是強迫自己變勇敢，不是祈禱市場不要跌，而是透過合理的資產配置，把你變成一個能接受市場波動的人。任何一檔 ETF 如果無法長期持有，再好的報酬率都沒有意義。而 VT 的核心價值，全球分散，國運風險極低，複利穩健成長，只有在你願意給它10年、20年以上時才會完全呈現。它不是急行軍，也不是短線爆發，它是一條確定往前走的道路。這條道路最需要的不是勇氣，而是穩定的步伐。你能不能抱得住 VT， 最終不取決於它的波動，而取決於你是否願意有一個適合自己的節奏，讓自己安穩地站在市場裡。只要你能做到這點， VT 就是一檔你可以陪伴一輩子的 ETF。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，最後還是要麻煩你幫我按個讚，讓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，讓更多人一起賺錢。如果你對美股定期定額有興趣，也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每個星期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還有 ETF 的心得，有興趣的你千萬不要錯過。我是 L， 那我們下期見。